今天，某央媒题为“警惕耽改剧把大众审美带入歧途”的文章，又一次把耽改剧推上风口浪尖。首当其冲受到波及的，便是频频传出要播的《好一行》。耽美小说和耽改剧我都看过一些。首先，这类剧在改编时就会尽可能弱化原著中的言情元素，会把双男主往知己情上引导。没有看过原著的路人观众是不太容易产生额外联想的。其次，就文艺作品而言，题材永远不是原罪，主角的性别也绝不该成为原罪。只有抛弃出品质量，崩坏观众三观，弱化民族精神，想单纯靠炒作坐收流量红利的资本行为才是原罪。这种原罪，难道所谓符合主流价值观的 B 级剧中不存在吗？难道耽改剧就没有值得被观众吸收的精神力量吗？具体谈谈我喜欢的《好一行》，这是由耽美小说二哈和他的白毛师尊改编的仙侠剧。抛开对双男主设定的偏见，全书160多万字的体量，每个字都浸染着众生为首，己为末的侠义之心，远胜一些披着武侠仙侠外衣，实际上变着法子谈恋爱的恶俗影视剧。有位博主的分析文章我看了十分动容，在此结合着和大家分享。二哈的灵魂人物是修真界第一宗师北斗仙尊晚夜玉衡楚婉宁，他是上古炎帝神木所化，生来自带佛心。少年婉宁偶然一次下山，见到众生疾苦，便放弃修仙，剖心自证，只身入红尘，度众生苦难。一壶米浆，一袭斗篷，就置子于生死，是为侠。一句叠骨美人袭世人，必一族弱小，是为侠。制作夜游神，守护无钱请修士的平民百姓，是为侠。不畏戒律森严，怒抽无耻小人，自请刑罚加身，是为侠。言传身教，率弟子除妖魔，补天裂，是为侠。凭一己之力撕裂魂魄，渡两世红尘，救世间万物，是为大侠。为了拯救芸芸众生，最后楚婉宁亲手对他此生挚爱的踏仙君实行猎尸诀，而他也想选择生死魂散，随踏仙君而去，这是他此生唯一的自私。原著中写道，谁说修仙就是要得万年不死之身，拥毁天灭地之力？有的人哪怕活了1万年，也不过就是块顽石；有的人哪怕只匆匆走过人间，却留下了一路繁花璀璨。譬如此时此刻，在那道时空生死门前，不正有一位仙人以他的血肉之躯，十指梵音，渡这一座红尘，正其本身仙道吗？除了楚婉宁之外，二哈中的英雄人物比比皆是。蓦然撞见师尊被恶毒同门种蛊花，无力阻拦之下，以身相待，被迫成为毁天灭地、人人得而诛之的大魔头。他保留着前世肮脏的记忆，被世俗折磨得粉身碎骨，仍然选择拯救苍生，无怨无悔为踏仙君认罪伏诛，是为侠。如风门创始人南宫长英生前为度红尘苦难，不愿飞升成仙，死后自毁尸身，以免遭奸人利用。贪怨枉杀淫盗掠，是我如风君子，妻不可为，继而行之，心火已成，是为侠。创派只为护下修界百姓安危的薛正庸，和以性命照出凤凰天火，抵御外敌的薛夫人王初晴，愿诸君此生一片丹心，永志不改，是为侠。娇生惯养的薛蒙，前世从容赴洪水，今世扛起死生之巅，自保临河。我薛蒙毕生所学，皆为今日一战，是为侠。南宫寺活祭蛟龙山血池，加固魔龙之气，破坏时空生死门阴谋，是为侠。叶望西一身傲骨，维护门派拼死不降，是为侠。楚寻妻儿惨死，自己也被无知百姓所杀，死后仍以德报怨，自挖灵河，再护众人平安。长路漫漫，险阻难料，楚寻命浅，不能再尽绵薄之力，万望诸君多自珍重，是为大侠。这样复杂的故事，这样有血有肉的人物，才能撑起整部书的2个世界。其实无论是仙或是侠，不过都是形式，最根本的还是在于慈悲，在于怜悯，在于众生为首，己为末的精神境界。二哈让我们欲罢不能、心生向往的，根本不是什么腐文化，而是纯澈不移的初心和理想。《好一行》这部剧只要抓住了侠的核心，引导人们身正气清、心怀大义，便会是突破目前仙侠剧瓶颈的杰出之作。我们不该一刀切地否定耽改剧，而是要更加严格地审核各类影视剧的价值取向、精神内核，让真正优秀的作品滋养观众心灵，引导社会正能量。抖音、